2年半的时间，讲完中国422位皇帝的一生。今天讲解的是中国第5位皇帝，西汉前少帝刘公。他是史书中的无名者，更是权力游戏的牺牲品。他虽然坐拥尊荣，却也逃脱不了被命运裹挟的定数。作为中国历史上第1位儿童皇帝，西汉的第3任君主，刘公的人生仿佛被历史给静音了，直到死亡连名字都未曾留下。翻开《史记》，关于他的记载不过区200余字，通篇仅以帝代称。再看《汉书》，相关记述也仅仅是130字，甚至删去了他复仇的宣言。此后的数千年间，在经历多位学者的研究，最终取名少帝公，这才让他不至于在岁月中被彻底遗忘。公元前192年，吕后出于巩固吕氏家族权力的目的，将年仅10岁的外孙女张嫣立为刘盈的皇后。但刘盈对这种舅舅娶亲外甥女的荒唐婚姻极力反对，所以只与张嫣做挂名夫妻，故而没有子嗣。见此情形，吕后策划了一场偷梁换柱的闹剧。她让张嫣假装怀孕，然后强行抱来刘盈后宫中一位不知名美人的孩子，对外宣称是张嫣所生，并立为了皇太子。这个孩子就是刘公。更为残忍的是，吕后为了掩盖这个秘密，直接杀害了刘公的生母。就这样，刘公在襁褓之中就被改写了命运，成为了权力斗争的一枚棋子。公元前188年，汉惠帝去世，吕后立年仅4岁的太子刘公为皇帝，史称西汉前少帝。而又因为少帝年幼，便由吕后临朝称制，并仍称皇太后。张嫣则不称太后，史称孝惠皇后。随着刘公的登基，中国历史上3个意义非凡的第一就此诞生。刘公以4岁之龄即位，成为有史可考的首位幼年皇帝，开启了封建王朝、幼主临朝的先河。吕后以太后之尊，总揽朝政大权，开创了太后称制的全新政治模式。而吕氏家族的吕产、吕禄掌控负责拱卫京城的南北军，更是拉开了外戚专政的大幕。就当吕氏家族沉醉于权力巅峰，自以为能将朝政永远掌控在手中时，他们亲手扶上位的皇帝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逐渐的不愿再任人摆布。公元前184年，刘公当得知自己并非张嫣亲生，而生母早已被吕后残忍杀害时，年少的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愤怒与悲痛，口出怨言，声称长大后一定要为母亲报仇。这本是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深切思念和对真相的愤怒表达。然而，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，这一小小的举动却成为了他的催命符。很快就有人向吕后通风报信，将刘公的这番话告诉了他。吕后听闻此言，暗自心惊。她不认为这是小孩子的童言无忌，而是一位皇帝的复仇宣言。她深知刘公一旦长大成人，自己和吕氏家族都将面临巨大的威胁。于是她迅速买通太医令，让其出具一证的诊断书，对外宣称小皇帝身染重病，精神恍惚，并将刘公囚禁在后宫的永巷之中。此时刘公的生命被彻底掌控在吕后手中。不久之后，吕后又召集群臣，当众宣布皇帝患病已久，多方医治皆未能痊愈，如今已然神志不清，难以再肩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，必须另选贤能之人取而代之。就这样，西汉前少帝刘公被轻易废除，随后被吕后暗中派人杀害，年仅8岁。刘公的一生是被权力裹挟的一生，他从未真正享受过皇帝的尊荣与自由。这个被史书刻意遗忘的8岁皇帝，用短暂的生命照见了皇家最残酷的真相。在绝对的权力面前，连死亡都沦为权力操弄的仪式，悄无声息又充满绝望。下一集我们继续来讲中国的第6位皇帝，西汉后少帝刘弘。